您可曾听闻那空中霸主猫科猛兽的咆哮声？它并非来自深山老林，而是自蔚蓝海空呼啸而过。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F-14熊猫。别以为这只是个冰冷的机器，当它那帅气到炸裂的身影划过天际，当壮志凌云里阿汤哥驾驭它潇洒地穿梭云端，那一刻它就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梦想，曾有位伊拉克飞行员心有余悸的回忆。当我雷达上发现那架战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活不成了。36计走为上策。他口中的狠角色正是我们的主角 F-14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话说这大猫可不只是个花瓶，作为一款超音速多功能航母舰载机，它在美国海军里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块头。主要任务就是为航母编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，负责防空拦截敌机，一个顶俩。这家伙身上藏着不少独门绝技，它是第一款能同时锁定24个目标并攻击其中6个的战斗机，简直就是个空中多线程处理器。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，它还是第一个能和同型号战机共享情报的空中指挥官，这在当时简直是科幻级的存在。虽说他不是第一个用变后掠翼技术的，但他却是第一个能实现机翼自动调整到最佳飞行角度的。这种变形金刚般的能力，让飞行效率和机动性都提升了一大截。而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，就是那号称不死鸟的 AIM-54导弹。射程远达190公里。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，美军还没哪款空对空导弹能超越它的射程，真是射程之内皆真理。更厉害的是 F-14的设计还特别汲取了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。虽然那时的空战多是近距离狗斗，但 F-14也能游刃有余。这种远近通吃的本事，加上它那独一无二的外形，让它在当时稳坐多用途战斗机的头把交椅。F-14的诞生还得从冷战说起。那时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像乌云般压境，让美国海军的神经绷得紧紧的。1955年，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需求，要一款能同时攻击多个目标，还要能飞200海里远的空中利剑。就在最近，一个重磅消息不胫而走，简直让人跌破眼镜。有可靠消息指出，台湾正在洽购升级版的 F-14熊猫战斗机，而且这次军售披着军援的旗号进行，感觉有点暗度陈仓的意味，但消息的可靠性相当高。最关键的是 F-14这款武器并不违反817公报的规定，所以这批大猫真的有可能空降宝岛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 F-14呢？最直接的原因，或许就是让台湾飞行员们提前练练手，培养航母舰载机的起降经验。毕竟 F-14虽已退役，但它作为舰载机的精髓仍在。让我们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冷战时期。当时苏联海军的远程轰炸机和反舰导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让美国海军传统的航母战斗群优势面临严峻挑战。为了应对这种威胁，美国迫切需要一款能在高空高速拦截敌方轰炸机的空中哨兵。那时候 F-4鬼怪战斗机刚刚服役，它虽然飞得快，性能强悍，但却有个致命的软肋，操作难度太高。飞行员不仅要具备超一流的驾驶技术，还得会用那些半自动雷达导引的中程空对空导弹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在近距离格斗和对地攻击这些副业上， F-4的表现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，这让美国海军左右为难。F-4就像是个全能战士，虽然各方面都不差，
但就是没哪方面特别突出，万一哪个环节掉了链子，整体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。于是，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国海军便开始寻觅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，专门用来对抗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威胁。从1965年开始，多家军火公司都收到了研发新型舰载截击机的军令状，目标只有一个：造一款能上航母、适合海战的重型战斗机。这其中，格鲁门公司的设计方案可谓是过5关斩6将，终于在1969年1月被美国海军一眼相中。1970年12月21日，格鲁门公司的第一架原型机 SF-14 完成了首次试飞，这可是个里程碑式的时刻。但好事多磨， SF-14 在第2次试飞时就遭遇了滑铁卢，液压系统突然故障，导致飞机失事坠毁。这一挫折差点让整个项目胎死腹中，但美国海军并没有放弃。2年后，1972年6月，SF-14 开始进行航母上的测试飞行。同年10月，它就被正式配备到舰队里试用。即使当时雷达和火控系统还在调试阶段，但它已经展现出惊人的潜力，这预示着一个空中传奇的诞生。终于，在1973年11月，SF-14 通过了美国海军导弹试验中心的实弹射击测试。这一关卡可是真刀真枪的考验，能通过就意味着他在实战中的表现得到了认可。有了这份成绩单，美国国防部立刻批准了 SF-14 的大规模生产，并正式把它命名为 F-14熊猫战斗机。熊猫这个外号，据说是因为它黑白相间的涂装看起来像一只大熊猫，倒也憨态可掬。而后，它的性能越来越强大，这个名字也就越来越响亮。F-14的型号演变并不复杂，主要是从 F-14到 F 到 14D 这几个主要版本。到了 F-14D， 改进的重点就集中在发动机和航电系统上，特别是雷达和火控系统的全面升级，让它的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。说到 F-14D， 它可不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，它是个双人组，机组成员有2名，分别是驾驶员和武器系统官。这就像是开飞机里的黄金搭档。它的身板也够大，机身长度 19.1 米，高度 4.88 米，而它的机翼更是个变形金刚。当机翼没有展开时，翼展只有 9.45 米，但如果完全展开，翼展能达到惊人的 19.54 米。这还不算完，机翼还能折叠到75度，这样一来停放起来就省地方多了，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。F-14D 的机翼面积很大，达到 52.5 平方米。这样的设计不仅能提升飞行稳定性，还能让飞机在不同任务中灵活调整性能，真是能屈能伸。至于重量方面，它的空重是19，838公斤，最大载油量是16，200磅，平时起飞总重量大约在27，700公斤左右，而满载弹药和燃料时，最大起飞重量能达到33，720公斤，简直是个空中大力士。从设计上来说， F-14D 是个双引擎、双垂尾的战斗机，它的机翼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可变后掠中单翼结构。这种设计能让机翼在飞行过程中自动调整角度，范围从20度到68度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是高速飞行还是低速机动， F-14D 都能轻松应对，仿佛有了72变的本事。更绝的是，当飞机停在航母甲板上时，机翼还能向后折叠75度，大大节省空间，简直是空间管理大师。另外， F-14D 的双垂直尾翼设计不仅让飞机更加稳定，还能提高操控性。再加上它的全动平尾，也就是整个水平尾翼都能活动，这让 F-14D 在战斗中的敏捷性和机动性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。总体来说，
F-14D 就是那个时代战斗机的巅峰之作，是当之无愧的空中艺术品。再来说说 F-14D 的心脏，它的动力部分。它装备了2台由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 F110 GE400 涡轮风扇发动机。别看这个型号复杂，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动力输出非常猛，最大推力能达到30-200磅，简直就是2台喷气猛兽。有了这样的引擎， F-14D 在空中飞行起来那叫一个生龙活虎，最高速度可达 2.34 马赫，也就是超过2倍音速，简直是风驰电掣。它的作战半径也有500海里，差不多是926公里。如果需要更远的航程，还能飞到2963公里。这可真是个空中霸王，能长时间在舰队周围约30公里的范围内巡逻，守护航母的安全，如同一个忠诚的空中卫士。再说说它的牙齿和爪子，武器配置 F-14D 那可不是一般的凶猛。首先，它配备了一门 M61火神机炮，备弹量高达675发。这种速射机炮可是近距离格斗的好帮手，每分钟能打出数千发子弹，火力压制能力超强，简直是机关枪手。在导弹方面， F-14D 的搭配也非常灵活多变，平时会挂2枚 AIM-9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，用来打近战，这就像是它的短刀，再配上几枚 AIM-54 不死鸟长城空对空导弹。这种导弹可是 F-14的看家本领，射程高达190公里，专门用来拦截远程敌机，简直是远程狙击手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挂上一些 AIM-7 麻雀中距导弹，任务需要什么弹药，它都能根据情况灵活搭配，真是个百变金刚。除了这些空战利器， F-14D 在对地攻击方面也是一把好手。它可以携带各种类型的炸弹，比如精确制导的 JDAM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、铺路者激光制导炸弹，包括2型和3型，还有 MK80 系列的通用炸弹，包括 MK82、83、84等不同重量版本。最后别忘了，它还能挂载 MK20 试验2型集束炸弹。总之， F-14D 能从天上扔的东西可不少，简直是个空中轰炸机。最牛的是 F-14D 在执行任务时，可以同时跟踪多达24个空中目标，并对其中6个发起攻击。有了 AIM-54 不死鸟导弹的加持，它能在超视距战斗中占据绝对优势。这种能力在当时可是独一无二的，其他战斗机根本望尘莫及，简直是空中多面手。再来说说飞行员们的感受吧。从 F4 换到 F 到 14D 的飞行员们普遍反映，开 F4 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和经验才能发挥出战斗力，毕竟那飞机操作复杂，技术门槛高，简直是飞行员的噩梦。但到了 F-14D 这里，即使是普通水平的飞行员也能轻松上手，并且还能飞得很好。这种人性化的设计让 F-14D 不仅在性能上领先，在驾驶体验上也更友好，简直是飞行员的福音。F-14D 的设计真是把先进科技和实际需求结合得天衣无缝。它不仅能执行传统的空战任务，还是个全能选手，对地攻击也不在话下。尤其是在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时，打击精度非常高。这种多面手的能力让 F-14D 成了美国海军的重要战术王牌。F-14D 的设计亮点那可真是数不胜数，比如说它的可变后掠翼、双垂直尾翼和强大的动力系统。这些设计不仅让它在各种飞行条件下表现得都很出色，还大大提升了它的战术灵活性。无论是在超音速冲刺还是低速巡航时，它都能保持高效又精准的操作，真不愧是那个时代的战斗机标杆。说到 F-14的退役，网上有个挺有趣的段子，
当时飞行员们一个个都哭得不行，因为他们撸猫的机会没了。这里撸猫只驾驶 F-14，因为它的外形像一只伸长耳朵的大熊猫，还挺形象的。不过地勤人员倒是松了一口气，毕竟维护这种娇气又复杂的战斗机可不是件轻松活，简直是痛并快乐着。虽然 F-14在设计之初并没有特别强调机动性，甚至最初的理念里都没怎么考虑高难度的空战动作，但事实证明它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差。它的发动机推力强劲，加上那独特的可变后掠翼设计，让它在机动性上完全可以和 F-16这种空中格斗专家掰手腕，甚至在某些测试中F-14的表现甚至比 F-15还要灵活，简直是深藏不露。平时大家看到的 F-14可能都是机翼展开的状态，因为这样能飞得更远更快，但在需要突防的时候，飞行员会把机翼收起来，减少阻力，像变形金刚一样切换模式。而在需要高机动性的时候，比如突然急转弯或者做出一些花式动作时，机翼就会展开放松。这时候的灵活性简直不要的，简直是空中芭蕾。更绝的是 F-14还能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来迷惑敌人，比如说飞行员会让飞机头朝上突然减速，这样紧跟着的敌机因为来不及反应就得吃灰，完成一次漂亮的战术反转，简直是空中魔术师。这种设计不仅实用，还特别有美感，尤其是它那伸缩自如的机翼，在我看来简直帅到爆。F-14的机翼有多重要呢？在最开始的设计方案里，格鲁门公司一共提出了8种气动外形方案，结果其中有7个都用了可变后掠翼的设计。可见这种设计对 F-14来说多么关键。它不仅让飞机能在航母上顺利起飞，还让它拥有了多面手的能力，既能长途奔袭，又能近战格斗，真是让人不得不服。说到 F-14的可变后掠翼设计，那可是风靡一时的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全球很多国家都在战斗机上采用了这种技术，比如苏联的米格夫23，它不仅能超视距攻击，还用上了这个好东西。再比如说英国、德国和意大利一起研发的狂风战斗机也学了个遍。F-14真是引领了潮流。F-14的实战经历那可真是丰富多彩。他的第一次上战场就是在越南战争期间，主要任务是在撤侨航线的上空巡逻。后来他又参加了2伊战争、西德拉湾空战、黎巴嫩内战、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等，简直是身经百战。最精彩的一仗还得说他在与苏复22战斗机的对抗中表现得特别猛。那场战斗真是短小精悍，前后不到1分钟， F-14机组先是成功躲避了1枚敌方导弹，然后迅速反击，发射了2枚响尾蛇导弹，直接干掉了2架苏复22。这个战例不仅展示了 F-14的高超性能，也让飞行员的技术和反应能力得到了充分证明，简直是教科书式的空战。不过到了后来，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形势的变化，美国海军的战略目标也跟着调整，逐渐把重点放在了对陆攻击上。这时候 F-14就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，毕竟它在对地攻击方面确实不是特别擅长。与此同时，一种叫做 FA-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开始走红，网友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塑料虫。这种飞机的多任务执行能力让它逐渐成了美国海军的新宠。就这样，在服役了整整32年后， F-14于2006年9月22日正式退役，交棒给了 FA-18。从此一代传奇落幕。有趣的是，虽然美国已经把 F-14退休了，但伊朗空军还在用着它。
伊朗人给 F-14起了个新名字，叫波斯猫。在两伊战争期间 ，F-14可是立下了大功，成了伊朗空军的得力干将。这充分证明了 F-14作为一款专门用来对抗苏联远程轰炸机设计的战斗机是多么牛。F-14熊猫战斗机不仅在实战中书写了辉煌的历史，在影视和游戏作品中也频繁亮相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文化象征。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86年上映的电影《壮志凌云》。在这部影片中， F-14以其帅气的外形和震撼的飞行场面，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汤姆·克鲁斯饰演的主角驾驶着这款战斗机执行危险的任务，展现了其卓越的性能和飞行员的英勇精神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部电影虽然由美国海军自主拍摄，但却意外地让空军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应征者，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壮志凌云不仅是一部精彩的电影，还成为了美国海军的一部征兵宣传片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在2022年5月，壮志凌云推出了第二部续集。时隔多年，这部新片再次点燃了观众对美国海军和航母战斗群的兴趣，可能又将成为美国海军的征兵宣传机会。虽然在续集中 F-14不再是主角战机，但它留给观众的印象和遗产依然深远，是永远的空中偶像。除了电影 F-14，在游戏和其他影视作品中也是大受欢迎。比如真实模拟飞行系列游戏中， F-14常常被列为玩家的首选战斗机之一，这让更多人了解了它的历史和性能，简直是游戏明星。说起来， F-14不仅是一款战斗机，更是冷战时期的空中霸王，在技术上开了不少先河。它是第一款能同时攻击多个目标的战斗机，还能与僚机共享目标信息，再加上那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设计，让它在不同飞行状态下都能保持最佳性能，真是让人佩服。不过 F-14的退役也让很多军迷感到可惜，它在海湾战争等多次冲突中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尤其是在与苏福22战斗机的对抗中展现了极高的战斗力。虽然现在 FA-18超级大黄蜂成为了美国海军的新宠，但 F-14那独特的外形和强大的性能依然让人怀念，是永远的经典。还有一个趣闻是，在壮志凌云的拍摄期间，有一架 F-14因为意外坠毁了，这让剧组一度非常紧张，生怕影响到整个拍摄进程。但最终他们克服了困难，顺利完成了电影的制作，真是惊心动魄。此外， F-14在伊朗也备受青睐。虽然美国已经退役了这款战斗机，但伊朗空军还在使用它，并且在两伊战争中取得了不少战功。这不仅证明了 F-14的耐用性，也让它的传奇故事延续至今，简直是老当益壮。最后想一想 F-14的设计有多牛吧！它的可变后掠翼技术不仅让飞行性能更上一层楼，还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，简直是力与美的结合。这种设计后来被许多国家借鉴和模仿，成为了现代战斗机的一个标志。总的来说， F-14不仅仅是冷战的产物，更是人类航空科技智慧的结晶。它在技术和文化上的双重影响力，让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那么，各位看官，面对这只即将重出江湖的大猫，您心中是否也燃起了那份对空中霸主的无限遐想呢？